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武术冠军》。这款游戏还有一个名字叫做《威武斗士》。前一阵子录制了几个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，有的小伙伴表示这也不够冷门啊。好，今天这个游戏玩过的小伙伴可以举手了。咱们选择瑞秋，一个美国的忍者，很明显我会选谁，对吧？招式方面，这款游戏呢3个按键啊。上段攻击、中段攻击和下段攻击。瑞秋的话，2个必杀技，一个斩影击，还有一个是火盾，就是刚才炸气这招。其他方面呢，它还有一个空中的擒取技，就是空中抓人技了。之前我给大家解说的时候用到了擒取这个词，很多小伙伴就提出了质疑。这个擒呢是擒拿的擒，取得的取，空中擒取技。可能有的小伙伴理解成了寝室的寝，那个擒取啊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哪儿学会的这个词，你知道？这个擒取是合法的，所以大家注意区别啊。好，咱们打的第一个角色叫做金，这也是游戏的主人公了。他的招式呢比较中规中矩，有一个升龙，还有一个波动拳啊，看起来就是主人公的技能。好的，第一关过关，咱们来打第2个角色，叫做弟弟。也是个女性角色。这款游戏呢，角色数量比较少，一共大概就8、9个人，所以我的选择就非常有限。而且这款游戏的出品时间已经是93年了，93年竟然能做出这么糙的格斗游戏，我也是服了。人物少，招式少，帧数低，打击感差，手感糟糕，游戏流程短，你几乎挑不出什么优点。当然了，除了这个瑞秋的腿技之外，我真的看不出什么优点。游戏如果你快点打的话，大概6、7分钟就完事儿了。我刚刚使用倒立这招呢，是跳起来按轻攻击，这个判定非常的怪异。哎，这回怎么是他抓我呀？必须是我擒取他呀！最后还用了一个炸戏。大家看瑞秋这个手啊，胜利之后这个手怎么一个高一个低呀？注意我说的是手啊，你看真的一个高一个低，差的还挺远。但是瑞秋的这个画师啊，画的他这个头像真的是画在我的审美点上了，颜值是比较高的。好，敌方的武器掉了之后呢，咱们能拿起来，但是拿起来之后呢，好像是用不出去啊，感觉没什么大用，就是阻止对面捡起来的。瑞秋这个角色我还在一些漫画里见到过。另外，你们真的是来看游戏的吗？我都不好意思戳穿你们。跳起来这个一字马是跳起来按下段攻击。这个攻击没有轻重之分，它就是上段、中段和下段，一共3个按键。那有的小伙伴说，这怎么才2个必杀技啊？那其实呢，本作是有 PCE 的版本的 ，PCE 的版本呢还有隐藏技，比街机版的技能多一些。画风也不大一样，我感觉虽然 PCE 呢机能可能没有街机版强，但是 PCE 版本的画风感觉比街机版更细腻一些。游戏虽然是这8、9个人物啊，但是咱们不需要全部打，因为它是一个杯赛啊。好，咱们现在打这个人物叫戈多尔。那这个人物的人设呢，大概是主人公的对手那个角色。这游戏竟然有人设。刚刚咱们打的那个人物叫混沌。打完他之后呢，大概就剩2个人了吧。好，使用上段攻击。那这款游戏的偶然性真的非常大。好，游戏还有一点物理引擎，好吧，这是加分项啊。
瑞秋的这个腿是真的粗啊，看起来踢人就疼。啊，对面抓人这个判定太怪异了，怎么就抓到我了？我打他不大容易啊，两局都是险胜。你看他这个手指指的方向好像也有问题。好的，这里是最后一组了。那打完这个鲍比呢，就是最终 BOSS 了。鲍比有一个技能，有一点像卢卡尔的，哎，就这招，是一个对空的脚。卢卡尔这招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最终制裁吗？还是裁剪者呀？游戏呢是没有眩晕的，本来呢血量就少，打几下就没了。再来点眩晕剂，谁都扛不住啊！瑞秋这个腿真是好用，一般人顶不住。玩起来手感还不错。打完他就是最终 BOSS。这个游戏的流程你就说多短吧，失败率真的是快啊！他刚刚给了我是一个跳踢嘛，其他的人物我都不大了解，就这个瑞秋还有弟弟我用的还可以，就是至少能通关啊，其他角色呢就没什么研究。上段踢就相当于对空了，我的天，这一个一字马。好的，最终 BOSS 战，最终 BOSS 叫做萨拉曼。但最终 BOSS 的技能非常非常多，他好像是会所有角色的技能。你看他会这个斩影机，然后地面的波动、百裂拳、升龙等等，包括这招升龙呢是主人公金的，所以这个货不大好打。他比较吃这个斩影机。这个斩影机我看起来像《饿狼传说》安迪伯格的那个斩影拳，太像了。好的，推中。第二局第一局赢得太艰难了。但其实瑞秋这个角色还有一点比较好，就是他通关之后呢有剧情，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当年通关他就为了看通关，抓。琴曲的判定也比较迷，不一定是谁擒谁啊。啊，没抓住，这下没抓住。哦，来了个香杀啊！我为什么倒着飞啊？好了，咱们看一下通关的画面吧。之前也介绍了，那瑞秋呢是一个忍者，难得的休闲时光啊，结果呢他又被偷袭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武术冠军，也叫威武斗士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